俄罗斯进军白俄罗斯，各国组织从乌克兰撤侨，开辟北方战线，谁会是更困难的一方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呢，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突然发出了撤侨令，要求所有中国公民迅速的撤离乌克兰。那么除了中国，好像别的国家也开始了。大家呢可能刚刚看过电影《万里归途》，很容易想到中国同胞会不会在国外遇到战火。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了，一种是因为最近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全面空袭还在继续，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怕中国公民在当地遇到不测；另一种可能性呢更严重，就是担心战争进一步升级，俄罗斯会不会再攒出一波力量，再往战场上增加筹码，让乌克兰最后输在拼不起消耗的这种情况下，那么可能战火要进一步铺开了。这两天，第一批近万俄军进入了白俄罗斯，组成了俄白联军，集结于布列斯特。以后呢，空天军也要进驻。有人估计最终进入白俄罗斯俄军总量会到7万左右。这批部队有可能放在波兰边境上，或者是在乌克兰边境上。最后会不会有这么多兵力，需要后期观察。卢卡申科倒是说过，不要认为会有大量的俄罗斯军队进入白俄罗斯，也就是超过1000人。不过超过多少他可真没说。白俄罗斯方面解释呢，说由于克里米亚大桥被袭击了嘛，根据法律，俄白两国是可以在一国受到侵略情况下组建联合部队的。不过白俄罗斯应该是更多的考虑了自己的利益。前一段时间，波兰加强了边境兵力部署，可以说是对白俄罗斯的一种警告。这种背景下，俄白这种联合行动能够理解为对波兰态度的一种应对措施。还必须要看到另一种可能，就是俄罗斯会不会决心在乌克兰北方再开辟新的战线。2月份战争开始的时候，就曾经有过消息，当时的传闻是俄军在基辅、哈尔科夫、顿巴斯还有南边赫尔松几个方向同时攻击的时候，同时派兵从西北方向直插利沃夫，切断乌克兰跟西方的主要联系。只不过这个传言当时没有成真，也许当时俄罗斯觉得这么干没必要。但是现在白俄罗斯的态度至少看上去比以前更坚决了，而且俄罗斯在经历战场挫折之后，也开始更加需要外部的支援，比如车臣的兵员、伊朗的无人机、伊朗弹道导弹。这时候如果让白俄罗斯军队加入俄军作战序列，对俄罗斯的好处是特别直接的。首先，白俄罗斯军队还没有参战，没有经受损失，人员的士气应该比顿巴斯、顿涅斯克那些部队情况好很多。装备水平呢，虽然不算先进吧，但是起码现在体系完整，不算糟糕，还在升级他们的特72坦克。现在战场上双方都有点时空错乱了，一方开始使用古老的无后坐力炮，而另一方面呢，在紧急翻修大量的特62坦克。可见俄罗斯方面也需要紧急补充装甲力量，那么这批白俄罗斯特72就有可能发挥很大作用。现在一旦得到白俄罗斯支持，从北线威胁基辅或者是利沃夫，后勤补给线会比以前方便很多。关键是，如果能够严重的影响西方援助武器的运输线，对整个东部地区战局影响会特别大。而且，即使北线不动手，俄白联军施加压力，就能够让乌军从赫尔松、顿巴斯前线抽调部分兵力到北线，那么南线、东线俄军面临压力也会减轻很多。当然，风险也很大。俄罗斯进攻路线是缩短了，但这个区域呢，乌军的后勤也更便利，更容易获取西方支援。而且乌军已经开始在边境组织炸桥、布雷进行防御。如果北线的进攻行动不能够快速顺利取得成果，那么也许这几万俄军调到北边的威慑效果，还不如直接巩固顿巴斯和顿涅斯克可能会更好。